今天如果和你说 Seputeh， 或者你没有听过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太低调了。那如果我和你说 Mid Valley、The Gardens， 甚至是 KL Central 的话，天后宫，你或者就听过了。大家好，今天 SY 带你看房，看的是位于 Seputeh 3000到4000方尺，好像 penthouse 那么大的 Luxury Service Residence。今天看的这个就是 Taman Seputeh。Taman Seputeh 是一个低调的富人区，这里的四周几乎都是 mansion 独立有地房产，这样这里的四周围自自然然是不会有任何的遮挡风景啦。这么好的一个地点，它既然那么靠近 Mid Valley， 也就是连着Jalan Syed Putra MTB Highway， 同时间也可以让你轻松来到 Old Klang Road， 甚至是 Jalan Damansara、Jalan Istana 这么样的一个地点。如果看回我们的真正地点来说，它只是距离 Mid Valley 也只有1.7 km，New Central 1.9 km，KL Eco City 3.2 km， 去到 Bangsar South 只是需要4.1 km，Bangsar Village 4.5 km， 相当的靠近，甚至来到 Suria KLCC 也只有8.8 km 的范围里面。医疗方面 Changgao Vascular Centre KL 2.4 公里 ，I Hill Medical Center 也只是2.6公里 ，KMI Taman Desa Medical Center 4公里 ，Pantai Hospital 4.7 公里 ，University Malaya Medical Center 5.2公里，再加上 Prince Court Medical Center 也只是需要9.2公里。这样这一个项目的话呢，它是一个超级高级隐私的一个新项目，总共会有2栋楼，加起来也只有126间而已。一层楼呢，它是有2户，而且这2户都会有各自自己的 private lift lobby。先看这里的楼下我们这里的楼下 lobby 你也看得出有一个喷水池的这个地方，算是我们的接待处，也叫做 drop off area。这样我们这一个项目想打造的，除了是一个很高级、高保安隐私的项目之外呢，我们这里也是老人友好的。怎么讲？它的这边楼下还有到我们的 Level 9的这些设备层，我们尽量都是做一些没有什么 step 阶梯的设计，让我们这里的住户可以住到他们年长住到他们退休这样子的意思啦。由于这个项目它是属于在高山位置，Taman Seputeh的高山上，所以它的四周围会充满漂亮的 landscape， 已经有很多的树林了的。在这样子的条件下，我们的最底楼这边也会做了一个很漂亮的 landscape， 让你在这里可以感受一下大自然。这里提倡的是高尚、实用、有品味的设备，而大部分的设备都会集中在 Level 9。你一上到去大堂就可以看见一个无遮挡的 KL 景观游泳池，可以看到 TNB 118双子塔，还有 TRX Stepping Terrace。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大自然树林的感觉。这里的健身房是我们的主打，高级感满满的健身房，也可以邀请朋友来到我们的多功能宴会厅 Multi-Purpose Pavilion。同时间也可以邀请生意伙伴可以来这里小谈，我们这里有雪茄房 Cigar Pavilion 等等等等的设备，我们都一应俱全，更加有品味。然后来到我们的前面呢，这里算是 KL 的风景，我们每一个单位都是 KL 的方向，这样你可以直接意味着这样子是一间，这样子也是一间。你除了看 KL， 我们后面甚至可以看得到Bangsar，或者是看得到 Old Klang Road 的那一个风景。来看看这个我们的正前面，我们看出去的风景就是这样子的啦，一个很兴奋的一个 view 啦。所以简单来讲 ，very straightforward， 它有4个单位，1、2、3、4，就这4间。所以话不多说，我就带你看看这里的示范单位了。回到家之前，我们会在哪里呢？我们会在 Car Park Bay， 这样我们这里的停车位全部都会有3到4个停车位。或以上的啦，看你选的是什么户型。然后我身后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卡巴啦，我们这边算是一个 storage， 所以你这边看到这边写 golf bag， 可以放15个 golf bag， 2个脚车，或者是很多个 shoe box， 它这边夸张了363个，所以这个空间它其实是在我们的卡巴的后面，我们有留一个空间，让你放下一些你的杂物，你看我都进得到去。一个这样子的空间，它的整个 arrangement 就会和我们现在身后看到这个图一样，
当我们停了车过后，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这样子的 storage 空间，让你做这个储存。OK， 然后我们这边呢是有126间，然后我们的 EV charging point 也是会有126个，也意味着几乎每个单位都是有 EV charging 的 point 了的了啊。然后我们就直接去看示范单位了。好，现在我就带你们看看我们的示范单位3531 square feet， 我们这个户型啊，3间都是3531，然后有一间是4051啦。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info 的话，WhatsApp 我们会 send 你更多的 info。这一间 ，OK， 来走。好，这个是4加1房的示范单位。当我站在这里，我要讲我回家了。这个地方是门外的 private lift lobby， 也是我们这个家的一部分来的。来到这里的话，你可以开始做一些自己想要的摆设，挂一些自己喜欢的画，全家福都是 OK 的。在这个 private lift lobby， 你会感觉到非常有安全感呢，因为我们家里面会有一个保安系统，可以看到远程监控 CCTV 照着我们这里的情况，所以这里的安全性啊是非常的高的。讲到收纳空间，我们的鞋子这里可以放超过100对啊，我看啊，因为这里的这个鞋橱的收纳空间呢是非常的足够的。这个是我们大门了啦，欢迎回家。来，这里是一个1003mm 宽的一个大门，所以其实算是 wheelchair friendly 的，所以年长的人想跟着一起住没有问题，而且这里不会有多余的那个 step up and down， 所以轮椅进出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困难。那我们就来看看这里的示范单位了。从左到右，总长有50尺那么长。感受一下这一个空间，它是有特别的分配好，客厅、饭厅完全分开的，中间夹着一个 dining hall。这客厅非常的 premium， 很尊贵的感觉，让我们静静的体会一下这个空间。在这里接待宾客啊，也会看起来非常的有体面。我们身后这里呢是它的露台啦，这露台差不多有整7尺宽，是一个非常舒服、非常大的一个阳台，深度大概有16尺吧，16尺这样子的宽度。所以这里看出去的话，可以看得到 PNB 118， 可以看得到 KLCC KL Tower 那个风景啦。同时间，其实往左边看可以看得到一点点黄沙的风景。这个遮阳的帘子是这个 developer 它有附送的，那是说如果白天不是很晒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把它折上去，当太阳很晒的时候再把它放下来，这个设计非常的贴心。那我们就看看我们的厨房空间了。回到来这个单位的中间点，就是我们的饭厅这个位置，最具人气的地方。你就单靠看这一个 dining table， 你就可以知道这里的大小其实和客厅是几乎一样大的。单说它的面积啦，应该有整18尺乘以18尺那么大。这里是一个8个座位的这个 set up， 其实你可以放的比这个来的更大，空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打横打直都 OK。那我们就来看看这里的这个 dry kitchen 空间啦。所以可能你会问，这个空间是做什么的？它算是 dry kitchen 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个发展商他想打造的呢是一个 wine chiller 或者一个储存空间。我们就来看看那个红酒的 collections， 就是这个位置啦。你想放什么酒？来，我们看看我们的 kitchen 空间。好，这里是女人的天堂。所以这个空间它是主要让我们的太太们呢在这里做一些精心准备一些蛋糕，做一些 light cooking 的地方。那这空间呢，它的大小啊，不夸张的说，是比那个饭厅还来得再大一些些。像这个空间的后面，看得到这个很漂亮的窗口，它是个多功能性的窗口。我们这种在外国啊，叫做 French balcony。这个空间你是可以看得到我们Taman Seputeh外面这些有地的豪宅的，所以这里几乎没有什么遮挡的风景。再加上这个房子，它是坐南向北的方向，所以当你这里这个 French balcony 打开了的时候，露台也打开的时候，它就会有对流，形成对流就通风啦。所以这样子的方向的房子啊，是很符合华人风水的口味的，而且每一个单位都是这个方向。你讲开不开心，喜不喜欢？然后你认真看这里的话，有一个小门，对不对？它是让我们的佣人姐姐啊
当他们要把那个垃圾拿出去丢的时候，是不需要经过我们主要的客厅，就可以出回去我们的 private lift lobby 把垃圾拿出去丢了。这个也显得比较的体面。当有宾客来的时候不好看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一下后面的这个 wet kitchen， 欢迎来到我们的 wet kitchen。这种房子介绍的时候心情也比较开心，因为整个东西感觉就是很高级啊。这个就是 wet kitchen 是厨房，是厨房的话是可以让你做一些比较 heavy cooking 大炒的地方。那在这个空间它没有了这个 French balcony， 但是采光必须要有，所以在这里啊可以想象得到，当你洗个手都有太阳晒进来啊，质感会非常的好了。所以这个空间真的是非常大的，你看哦，所有的电器啊放下去的情况下，我还感觉得到是很大，再加上这个中岛啊非常的好看，而且不只有一个啊 ，right kitchen 一个 wet kitchen 一个，这空间一定是大了的，是非常非常够用的。来，我们看一下后面，这里应该是佣人帮忙洗碗的地方了，外面是你精心准备晚餐的地方，这边给佣人用一流。来到后面这里的话，其实这里算是佣人的空间了，这里是后院。在这个后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这样子的窗口，对不对？其实所有的这些我们叫做 louver， 也就是所谓的百叶窗。像这种设计，它就可以确保我们的后院呢不会有潮湿的味道，因为这里是通风，所以当你地上真的非常湿，刚刚做了大清洁过后啊，你只是需要把这些打开，这里也会干得比较快。而来到后面这里，你看到有个厕所，这个是给佣人用的一个厕所，而这里算是他们的佣人房。你看放下了他们的储存柜，还有他们的这个床啊，都还有很多的空位。就话不多说，我们又回来中间的那个位置，所谓的4+1房，其中一房是客房。像我们现在身后这个空间，也就是最靠近我们的大门口这个空间，就是我们宾客用的这个房间。或者你没有宾客，你可以把这里打造成一个自己的小办公空间，它的大小啊是非常不错的。来看，这里放得到 queen size 床，但是由于是示范单位的设计关系，我们把这里做成了一个很舒服的办公空间，或者孩子在这里补习做功课，我看也是非常的舒服。电视柜可以放这里。从这个房出来呢，就是一个厕所了。那这个厕所是主要给这个房间的用户使用的。那如果你想把这个厕所打造成是套房的话呢，很简单，只是需要把门改成在这里就可以，把这门拆掉放这里就可以了。你有发现吗？这一个单位哦，当我在客厅、在饭厅的时候，你几乎是看不到房间。那是因为我们把房间和主要的这些空间都完全隔开了。隔开的空间从这里开始算起，这里算是我们的偏厅，也就是我们小小做 discussion 的地方，也是我们家庭成员促进感情的一个地方。这个空间你可以打造成一个小的客厅，做个电视机 set up， 在这里聊聊天也是很不错的。那我们就看看这里后面的房间了，正式来到这3个房间。那我前面站着的这个其实是其中一个房，看看我们这里的设计还有 set up， 看出去的风景，也同时间看这 PNB 118。我们放的是一个 king size 床的 set up，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有了 king size 床，它还是有一个很 spacious 的一个感觉。这里有一个 wardrobe area， 所以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收纳空间。厕所是自己用的，同时间我们也是有一个窗口 ，make sure that 这边的通风采光是有的。这是第3房，有没有觉得第3房好像比刚刚那个房来的还要再大一点点？这个是个 queen size 床，和 king size 床其实相差不会太多，但是它的感觉更 spacious 了，更加的宽了。这个方向的话呢，它就不是看着118的，它反而是看另外一边，它看着 Oakland Road 的那个方向。而这个的厕所会比刚刚那个来的更加的大。那我相信大家也迫不及待想看这里的主人房，这里的主人房完全是另外一个 level 了。来看主人房，看这 KL 景观的睡觉的空间，然后这里还会有一个衣帽间。它之所以会做这个设计啊，它是要让你这个主人房有双重的方向，看 KL 同时间也可以看到 Oakland Road 的。
或者是邦萨的那个景观。而这里就是我们的衣帽间了。这个衣帽间的大小不用怀疑啊，因为它的这个大小和刚刚我们睡觉那空间几乎是一样大，它只不过分好了2个区域，也就是说，太太的战利品你们的名表可以放在中间的 island， 这里的空间呢已经是很够用了。这里还有一个空间拿来做 dressing table， 我们叫做化妆台了。所以这里有个窗口，窗口这里也是看着 KL 的风景。最吸睛的是我们的浴室，非常的高级。首先这边是个双洗面盆的设计，这里的空间感有，颜值有，质量也是有。来看看我们身后这一个很震撼的大窗口浴缸设计。你在这里泡浴缸也会感觉到非常的享受了，因为采光有嘛，而也可以看得到外面无遮挡风景。而来到后面这里的话，这个是一个干湿分离的浴室，这一个空间是让你做 rain shower 滑洒沐浴的一个空间来的。来到这里还很 fancy 哦，很优秀。除了水可以从这里来，这里还有这种叫做按摩设施的 jet shower， 可以做到一些按摩的作用。这里或者可以做茶杯了 ，OK， 或者刷胶，很奢侈啊！这个设计我认为，因为在这里会有一个独立的马桶，完全和浴缸和那个沐浴室是完全分开的。好，总结今天我们看的这个项目，这里是浴后永久产权的项目来的。像这里，当它刚开始 launch 的时候啊，我其实也是蛮兴奋一下，因为要知道他们舍不得这个地方已经太久没有新项目了，而这次中炮出击来一个126间超低密度的大户型单位，3500到4000房车，这样的户型啊，其实拿来和有地房产来比，它已经几乎大过平时的双层、3层的排屋或者半独立的房子了。像这里的卖价的话呢，它是平均930块1方尺。然后我们是从320万，也就是3.5 million 开始算起的啦。所以我们单位现在的 take up rate 其实已经超过了一半，剩下的单位也非常的有限。但是可以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这里无论你选的是哪一个单位，它看出去的方向几乎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看得到我们 KL 市中心偏离118双子塔的那个方向。像我们这个单位。我觉得它比较好的就是我们华人喜欢的单位后，它有提供现在趋势的电车EV charging， 我们这里也是有提供，也会有一个储存空间，让你放你的那个高尔夫球棍或者是脚车这样子的空间，都会有3到4个停车位。我认为在这个地方是相当的有竞争力的，再加上我们本地现在2024年了，也比较多外国朋友会比较希望入住或者第2家园在我们马来西亚。吉隆坡这样子的地段，第一个想到的可能你会觉得比较繁忙的 KLCC 那一个地方，那其实你有没有曾想过，在 Mid Valley The Gardens 这里，天天只是需要1.7公里这样子的车程，你就可以来到 The Gardens 做一个 luxury 购物，买名牌。不香吗？其实我觉得也更不错，何必要在这些旅游景点在那边塞人？在这个地方，或者是一个更贴地，在吉隆坡更贴地的生活方式吧。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这个分享，还有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有兴趣想安排来看这个示范单位的话，想了解更多，记得联系上面的这个联络号码，我们就会和你预约个时间来这里看房啦，或者点赞，还有关注我们的这个频道，那我就会定期的update 更多新的房产给大家看看。那我们就下一期见啦，我是 SY， 下一期再带你看。